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分享。我们今天要用一段很温柔的时间，一起来聊聊一个我们内心最真实，但说真的，可能也是最常被我们误解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情绪。好，那在开始之前呢，我想先带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探索地图。首先，我们会从一个很多人都有的感觉，叫做现代人的矛盾开始聊起，探讨为什么我们好像拥有的越多，却感觉越累。接着呢，我们会一起来破解一个叫做压抑的陷阱的迷思。然后我们会用一个全新的角度，把情绪看作是我们的内在警报系统，并且找出支撑我们心理健康的4大支柱。那最后也是我觉得最实用的部分哦，我们会学着怎么看懂自己的情绪仪表盘，然后我会带大家做一个本周的温柔练习。这个练习真的可以帮助你马上用上今天学到的东西，所以一定要陪我看到最后哦。好，那我们就先从第一部分开始吧，现代人的矛盾。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常常有这种感觉，就是明明我们现在的生活物质上好像什么都不缺，但为什么心里总是觉得好累、好疲惫呢？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候，就是生活看起来好像一切都很好，什么都不缺，可是心里头却老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焦虑感，或是觉得空空的，有时候还会莫名的烦躁，很容易生气。如果你有过这种感觉，我想先跟你说，你真的不是一个人，而且这真的不是你的错。问题的根源常常只是因为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要怎么去读懂我们内心发出的这些很重要的讯号。你想想看我们从小到大学了怎么读书，怎么工作，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去达成一个又一个的目标，可是好像从来没有一堂课是真正教我们要怎么好好的听听自己心里的声音，要怎么跟自己的感觉好好相处。所以这真的不是我们个人的失败，我倒觉得这更像是一个我们整个社会集体失落的一项重要技能。好，那接着我们就来聊聊第2个部分，我们要来破解一个流传很久，但说真的对我们伤害还蛮大的一个迷思。很多人都以为所谓的情绪很稳定、很坚强，就代表要把情绪控制好，甚至把它压抑下去。但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很有趣，但也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情绪反弹效应。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当我们越是拼命的想要把一个念头或者是一种感觉推开、压下去，它反而会像一颗被压扁的弹簧一样，砰的一声，用更大、更强的力量反弹回来。所以你懂吗？那些被我们压抑的感觉，他们从来不会真的不见，他们只是暂时躲起来，然后常常会在我们最没想到的时候，用另一种方式加倍的还给我们。所以你看，现代心理学的观念其实已经跟以前很不一样了。过去那种叫我们要控制情绪、压抑感觉的老方法，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甚至是有害的。现在我们更强调的是一种全新的、更有智慧的方式。第一步是先觉察，就是很温柔的去承认自己现在有什么感觉。然后第2步是去理解，像个侦探一样好奇的去看看这个情绪讯号，它到底想告诉我什么。最后一步才是调节，也就是学习用更健康的方式来回应我们的感觉，而不是去消灭它。好，接下来这个部分可以说是我们今天分享最核心、最关键的地方了。这可能会是一个让你啊哈一声的时刻哦。我们要试着用一个完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情绪这件事，不再把它当成敌人，而是把它看作是我们内心里最忠实的盟友。你知道吗？如果我们从演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情绪这东西其实是一套超级精密的生存保护系统，是我们的祖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宝物它根本就不是我们的敌人。你想想看就是因为有恐惧，我们的祖先在看到猛兽的时候才会赶快逃跑，对吧？因为有愤怒，我们才有力量去保护自己的界限，不让被人欺负。那悲伤呢？
它其实是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脚步慢下来，好好的去消化那些失去的痛。而焦虑，它就像是一个很贴心的小秘书，在旁边提醒我们说，前面可能有挑战哦，我们要不要先准备一下？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比喻。他说，情绪是你那些没有被满足的需求的翻译官。哇，这句话说得太好了，对不对？他完美的总结了这一切。也就是说，每一个情绪的出现都不是没来由的，它其实是在帮我们内心深处某一个可能被我们忽略了、没有被满足的需求在发生。它就像在轻轻地拍拍你，跟你说，看看这里，这里需要你的关心哦。好，那既然情绪是需求的翻译官，它到底在翻译些什么需求呢？我们人类最根本的内在需求到底有哪些？接下来我就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个很简单，但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架构。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我们内心幸福感的4根大柱子，是我们心理健康的地基。心理学家们发现啊，我们的心理健不健康、稳不稳固，主要就是看这4根柱子。第一根叫做安全感，这不只是身体的安全哦，更是一种心理上的感觉，觉得这个世界大致上是可以预测的，我不用每天都提心吊胆。第二根是连结感，就是那种感觉自己是属于某个地方的，有人懂我，有人接纳我，那种很温暖的归属感。第三根是能力感，就是相信我可以，觉得自己是有能力的，可以面对挑战，是有价值的。最后第4根是意义感，就是感觉自己活着不只是在吃饭睡觉，我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我的生命是有个方向的。OK， 现在最有趣的部分要来咯，我们要来玩一个连连看的游戏，把刚刚讲的情绪跟这4根柱子连在一起。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情绪其实就像是我们心里的仪表板，上面有很多不同的指示灯，这些灯亮起来就是在告诉我们，哪一根柱子现在可能有点状况咯。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情绪仪表板要怎么读哦。比方说，当你感觉到焦虑的时候，这颗灯亮了，它通常是在提醒你，你的安全感那根柱子是不是有点在摇晃了？那当你感觉到孤单的时候呢，这个讯号就非常清楚了，它指向的是你对连结感的渴望。那如果你常常感觉到无助，或是老是在心里骂自己，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那很有可能是你的能力感这根柱子需要一些支持了。最后，如果你感觉到空虚，就是那种好像什么都有了，但还是不快乐的感觉，那这盏灯就是在告诉你，我们好像该来聊聊关于意义感这件事咯。你看，这样一来，情绪本身是不是就不是问题了？它反而变成一个很有用的工具，告诉我们问题到底在哪里。好啦，说了这么多理论，最重要的还是要把它带回到我们的生活里，对吧？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分享的最后一个部分，也是我个人觉得最有力量的一个部分。我要带大家来做一个你从今天甚至从等一下就可以开始用的一个非常温柔的练习。这个练习叫做心理支柱的温柔检测，只有4个很简单的步骤，但真的很有用哦。第一步很简单，试着帮你今天感觉最强烈的一个情绪取个名字，不用去批判它，就只是我现在感觉到的是烦躁。好，第二步，温柔地问问自己，这个烦躁的感觉好像是在提醒我的哪一根柱子在摇晃啊？是安全感、连结感、能力感还是意义感？第三步，再更深入的问，那我现在真正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呢？最后第4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为自己选择一个超级小马上就可以做的行动来支持这个需求。真的不用多伟大哦，可能只是花5分钟把明天要做的事情写下来，来增加安全感，或是传个讯息关心一个好久不见的朋友，来增加连结感。就是这些小小的行动会带来巨大的改变。最后，我想用这句话来总结我们今天的分享，也把它当成一个温柔的提醒，送给你，也送给我自己。这句话是：情绪不是用来压抑的，但我们可以练习如何回应它。真的，我们没有办法选择什么时候要不要有情绪，
但是我们永远都可以选择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回应我们的内心世界，是用更有智慧、更慈悲的方式，而这个选择权就是我们力量的来源。真的非常谢谢你愿意花时间陪我一起完成这一趟小小的内在探索之旅。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样温和但又很有深度的练习，我很诚挚的邀请你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Ann 亲子书房练习曲。我也非常期待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看到你做完练习之后的心得，或是你有任何的想法，都欢迎跟我分享。期待我们能一起在温柔中学习，在温柔中一起成长。